早在开篇之初，《红楼梦》作者便开宗明义，要为当时天下女性的悲剧故事作传，即千红一哭，万艳同悲。而整本书涉及的女性角色多达数百人，其中人物突出、性格鲜明的也有数十人。那么，谁才是《红楼梦》的第一女主角呢？也许有人会说，应该是林黛玉和薛宝钗并列为双女主，毕竟在第5回里，金陵12钗政策的第一首诗便是“可叹停机德，堪怜永续才。玉带林中挂，金簪雪里埋”。这首诗明显表示林黛玉和薛宝钗二人互为表里，且命运紧紧相连。按照作者对贾宝玉爱情婚姻故事的构思，整本书的前半部分重点描写贾宝玉和林黛玉木石前盟的爱情故事，后半部分则侧重描绘贾宝玉和薛宝钗金玉良缘的婚姻生活。所以这2位女性应该是书中同等重要、双峰并峙的双女主。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，在爱情婚姻主题的背后，《红楼梦》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表现家族兴衰历程的主题，而围绕这一主题，作者花费了更多的笔墨，塑造了另一位人物，她便是王熙凤。上一回我们说到，王熙凤管理荣国府其实是不合规矩的，作者偏偏让她入住贾政一房，并管理全家上下的事务，这样的安排可以说是煞费苦心，其目的就是要让读者借王熙凤见证荣国府由盛转衰的过程。作者对于王熙凤这一人物的刻画描写也迥然不同于其他女性，其在书中所占的篇幅地位和第一男主角贾宝玉不分上下。这一点，我们从原著第3回林黛玉进贾府的描写就能看出端倪。林黛玉第一次进荣国府时，作者借黛玉的眼睛打量着贾府众人，书中主要人物悉数亮相。其中对王熙凤的描写是：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，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，彩绣辉煌，恍若神妃仙子，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，挽着朝阳五凤挂珠钗，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，裙边系着豆绿宫绦，双横比目玫瑰佩，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，外罩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，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，一双丹凤三角眼，2弯柳叶吊梢眉，身量苗条，体格风骚，粉面含春微不露，单唇未起笑先闻。王熙凤一出场便非同凡响，作者对她的服饰描写更是泼墨如云。书中只有对贾宝玉的穿着打扮有同样的精笔细描，其他人要么一笔带过，要么干脆不写。回想，我们何曾记得作者对林黛玉的打扮有过这样的描写？对同样是这一回出场的三春姊妹，作者也只是写了其钗环裙袄，3人皆是一样的装饰。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，还是王夫人和王熙凤的对话。王夫人问：“月钱放完了不曾？”熙凤道：“月钱已放完了，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，找了这半日，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，想是太太记错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有没有？什么要紧？”因又说道：“该随手拿出2个来，给你这妹妹去裁衣裳的，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吧。可别忘了。”熙凤道：“倒是我先料着了，知道妹妹不过这2日到的，我已预备下了，等太太回去过目了好送来。”王夫人一笑，点头不语。由这段对话可以看出，王夫人虽然名义上管家，可实际上早已放权，很多事情都不管了，许多东西也都不记得在哪了。而王熙凤深得王夫人信任，俨然已经是荣国府实际上的管理者。早在林黛玉进贾府之前，曹雪芹就已经借冷子兴之口说出了贾府当时的状况。如今生齿日繁，事务日盛，主仆上下，安富尊荣者尽多，运筹谋划者无一，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。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，内囊却也进上来了。这还是小事，更有一件大事。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，汉末诗书之族，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。王熙凤在这样的背景下接管荣国府，颇有一种临危受命、管大厦于将倾的感觉，而她自己也确实是尽心尽力，苦苦维持荣国府多年。因此，秦可卿曾评价王熙凤
说他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，连那些数代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他。而王熙凤同贾宝玉两人一男一女1外1内，成为了荣国府长辈们眼里延续家族繁荣最后的希望。后来赵姨娘为了夺家产，在马道婆的怂恿下，用邪魔眼术加害的也正是这2人，这足以凸显两人在荣府里的特殊地位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谋篇布局时，将故事整分为2个部分，前半部主要写富贵繁华的热闹景象，后半部分主要写衰败凋零的凄凉境况，2部分互相对照，合成一部家族兴衰史。而家族兴衰也同样体现在男女主角的命运起伏之上。整部书我们需要特别着眼的是2个穿针引线的小人物，一个是刘姥姥，一个是贾云。刘姥姥曾经2进荣国府，第一次是来打秋风，拜见的是王熙凤。王熙凤恻隐之心一动，接济了刘姥姥家20两银子。第2次，刘姥姥便进了大观园，入了怡红院，甚至进了宝玉的卧房。而贾云第1次进荣国府是为了求差事，王熙凤见他乖觉，把大观园里种花木的工程给了他。到了2进时，贾云便同贾宝玉攀上了关系，得入怡红院。按照作者对后半部的规划，两人还会3进甚至4进荣国府。那时荣国府已然衰败，刘姥姥在见王熙凤时是为了报恩，还搭救了王熙凤的女儿巧姐。贾云在进大观园是为了接济落魄的贾宝玉，看到了已经残破不堪的怡红院。作者精心安排刘姥姥、贾云先后同王熙凤与贾宝玉产生联系，实际上就是为后续情节呼应埋下的伏笔，也是为了表现荣国府兴衰变化而谋篇布局的大章法。而见证了这一切的2个人物，恰是王熙凤和贾宝玉。所以王熙凤才是《红楼梦》的第1女主角。